封神榜到底有多可怕？众仙宁死都不想上榜。最奇怪的是，姜子牙自己为何都没有上封神榜？封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据说当年红军老祖在修编封神榜的时候，是定下了一个标准的，即依节运之轻重，循资品之高下。也就是说，有资质的人以及有节运的人都有进入封神榜的资格。什么是资质？就是法力高低、能力大小。什么是节运？就是在封神之战中做出的贡献、经历的事情。所以最后封神的时候，哪怕是坏事做尽的纣王，也因为经历了大部分劫运，最后被封为天喜星。用通俗的话来说，正是因为纣王坏事做尽，才推动了武王伐纣的剧情，才有了封神之战。所以说，纣王在整个事件中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。按照这个标准，黄飞虎、文太师、费仲、飞廉，甚至申公豹，他们能够上榜，也就无可厚非了。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公平，好人能成神还可以理解，坏人成神岂不是祸害苍生？而且价值导向也太离谱，这不是教导人们弃善从恶吗？其实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。说回封神榜的标准，其实除了资质和节运，背景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在封神榜中，大部分受封者都是有背景的人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姜子牙的老婆马氏在整个封神之战中并没有什么贡献，也就是当年姜子牙落魄的时候，他在家里编扫帚，由姜子牙拿到街市上去卖，这完完全全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，节运没有，更谈不上资质。然而在封神榜上，马大妈却榜上有名，被封为扫帚星。有人说这扫帚星就是天庭里干保洁的，而且有厄运的意思，不是一个好差事。然而对于一个凡人来说，能够进入天庭编制，长生不死，不用经历轮回之苦，即便是干保洁，又有什么不好呢？所以说，封神榜的标准中还要加入一个背景因素，只要你背景好，也是可以进入封神榜的。不过此时人们还有一个疑问，作为封神之战的领导者，姜子牙不论是资质还是节运，又或者说是背景，都远远高于封神的标准，为何最后姜子牙没能进入封神榜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姜子牙的师傅元始天尊表示，因为姜子牙生来命薄，无法修成仙道，只能享受人间福禄。意思是姜子牙的资质不够，而且命中注定无法成神。然而这段话很明显是用来忽悠老百姓的，因为姜子牙的资质和能力都是1等1的，否则他如何带领周王大军战胜纣王呢？而在节运上，姜子牙更是封神大战的主要推动者，这也无人可以取代。所以姜子牙是绝对有进封神榜资格的。而他之所以没有进封神榜，是基于一个隐性的规则，即活人不能封神，只有那些在封神大战中死去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封神榜。对于这个标准，很多人不理解，活人也做出了贡献，为何不给封神？这不是赤裸裸的歧视吗？其实这就和封神榜中隐藏的惊天秘闻有关了。封神榜到底有多恐怖？为何商纣王都能封神，姜子牙却榜上无名？上榜者能长生不死，为何却让无数修行者恐惧？想要了解这一点，我们需要知道封神榜的来历。在封神榜的庞大叙事中，除了武王伐纣的故事，还有人教、截教、阐教3教的矛盾和斗争。人教代表的是太上老君，截教代表的是通天教主，阐教代表的是元始天尊。此3人都是红军老祖的徒弟，而封神榜就是由3教掌门共同商议而颁发的一个政策，用来为天庭选拔365位正神，这就是封神榜的来历。那么为何要突然扩编300多个神仙职位呢？在《封神演义》的小说中有提及，昊天上帝和红军老祖在对话中表示，彼此时代洪流到来，商灭周兴是大势所趋。同时，天下神仙修行者来到了一个大劫难时期，劫运已经到来。而在这个时候，天庭因为不断扩张，也急缺人手。正是在这3大原因的共同作用下，二者才想出了一个颁发封神榜的办法。这样，1可以顺应天下大势，2可以帮助神仙完成劫难，3可以帮助天庭选拔人才。这似乎是一个3全其美之策，但实际上里面是有很多门道的。首先，所谓天下大势和神仙是没有关系的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是王朝更替的规律，即便没有神仙插手，也可以照常进行。至于神仙的结束，既然是注定的结束，也不需要红军老祖插手，反而是他们强行干预后才属于逆天改命。所以这次封神之战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天庭扩充编制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天庭的编制绝对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香饽饽，哪怕像马大妈那样一个天庭保洁的职位，也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。毕竟
世界上只有一个孙悟空，大部分凡人可不会嫌弃给玉皇大帝放马养马的肥差。不过天庭一般也不会招收普通人，他们的门槛限制也是非常高的，至少也要是修行者水准。只不过对于大部分修行者而言，他们并不愿意进入天庭编制，所以天庭想要招人也是有一定难度。修行者为何不愿意到天庭当职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到天庭之后，修行者虽然有稳定福利，但却失去了自由。修行者在凡间修炼，打个坐就是几十年，闭个关就是千百年，闲来无事骑着青鸾白鹤下山游历，心血来潮还能牵着黄牛四处。所谓修行不过是寻找内心的静谧，越是找到了的人不愿意进入任何权力结构之中，然而一旦进入天庭，就要日日想着工作，听从玉帝的指令，哪怕是面对自己强的对手，也要冒着生命危险冲锋陷阵。这对于习惯了逍遥生活的修行者来说，绝对是非常难受的事情。这就像一些人开了小公司，经营得好好的，却突然被一个大企业收购，从小老板变成没有任何自由的打工人，很多人自然无法接受。所以很多散修也不愿意加入天庭编制，这让玉帝也非常为难。而封神榜计划一出，各种暗箱操作也接踵而至，其中的黑幕也让人瞠目结舌。其中又有哪些秘密呢？姜子牙为何上不了封神榜？为何有人说他故意不愿意上榜？很多人以为封神榜是胜利一方的狂欢，但实际上却是人人都在逃避，谁也不想被列入封神榜之中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封神之战是天庭为了扩充编制、招募人员而设计的一场大博弈。对于修行者而言，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进入天庭编制。然而，此时修行者的结束已经到来。如果在结束中殒命，很可能身死道消；但若是在死后能得到封神榜的协助，就能得到第二次重生的机会，保住自己的性命。再加上红军老祖和玉帝施加的压力，无数修行者只能加入封神之战的棋盘之中。在这场对决中，邪教众弟子加入了商朝阵营，阐教弟子加入了武王阵营，人教则在两股势力中都有分布。虽然根据天下大势，最终必然是武王带纣王，但对于修行者而言，他们在乎的并非最终胜败，而是这个过程。只要在对决中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，他们就可以避免沦为天庭的打工人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，在封神榜的规则中，只有死人才能封神，这是因为活着的人只受结束限制，不受规则限制，而一旦人死去，失去肉身的庇护，就只能任由天庭摆布了。姜子牙下山之时，除了拿一个封神榜，还有一件神器打神鞭。对于修行者而言，一旦失去肉体，只留下元神魂魄，打神鞭就是他们最害怕的东西。一鞭子下来，其痛苦没有人能够承受。姜子牙之所以要拿着这个神器，就是为了让死去的人老老实实到天庭任职。而任职之后，由于打神鞭的存在，他们也只能放弃自由和个性，老老实实的当牛做马，为玉帝打工。所以对于众多修行者而言，封神之战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住肉身活下来。从这里我们就能得出结论，封神榜对于修行者而言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圈套，只有普通人才能从封神榜中受益。而有了这个结论之后，我们就能解开很多谜题，比如姜子牙为何没有进入封神榜，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受到天庭约束，而不是所谓的资质不够。再比如，为何哪吒在封神中和杨戬不相上下，但在西游记中为何却远远不如杨戬呢？这是因为哪吒早已失去了肉身，因此失去了继续进阶的基础，再加上天庭的约束，哪吒一直是举步不前的。而二郎神杨戬在封神之战中存活下来，并没有进入封神榜之中，而是直接肉身成圣，才能脱离于天庭体系之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杨戬的神力日益精进，自然就慢慢超过哪吒了。另外还有3个人也没有进入封神榜，那就是千年狐狸精、九头雉鸡精和玉石琵琶精。这3个妖精有资质也有结束，后来也被斩首示众，按理说符合进入封神榜的条件。不过这3个妖精背后站着的是女娲娘娘，天庭也不敢得罪，所以在封神之战后，3人的元神重新回到女娲娘娘身边，避免了成为天庭打工人。古典小说中暗含的讽刺与批判可谓是意味深长啊！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